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浦东应该叫东昌滨江绿地的一个地方，正好面对着呢就是黄浦江，面对的呢就是浦西。我的右前方呢就是外滩的那些建筑但更多的呢是现在建的那些新式的高楼。我在这边稍事休息就准备开始我今天第3段的骑行。打算呢从东昌滨江绿地骑到杨浦大桥。我相信那边呢应该是有一个摆渡的地方可以去到虹口还是杨浦然后经过一段北外滩，然后呢经过苏州桥，再回到浦西。好，我们准备出发吧。现在呢，我从浦东的东昌滨江绿地这边开始骑行。这段呢以前都骑过的但都是从杨浦那个方向骑过来。现在呢，我是从这边先要去向陆家嘴。这边的骑行道呢就稍稍的窄了一点但是景色呢依然优美。骑到了东昌路渡口门前，我的 SD 卡已经满了。我看第2块电池呢也差不多了现在我换了另外一张卡，更换了电池，我们继续骑行。现在呢，我已经脱了我的外套，穿了一件 T 恤，因为呢骑着还是有点热了。这边呢是阜成路前方呢就是香格里拉酒店，边上呢
就有上海中心、上海最高的楼等等啊。然后说他在什么星巴克旁边。这边呢有不少的弯道啊，过了几个弯才能往前骑。骑上一个平台啊，可以看一看黄浦江对岸外滩的那些建筑。现在我对着的呢就是香格里拉，这边呢还有很多浦东的高楼大厦啊。这一段呢有不少的餐馆，显得有些人气啊，因为马路旁边呢有很多的商业大楼、办公室。我画着可以吧？这个我们可以划一下。这边呢是非常美的观景点啊，从前面啊一直过来就是浦西外滩的这些以前的老建筑。黄浦江呢就在前面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角，称之为陆家嘴。一路呢去到陆家嘴最高的楼东方电视塔等等。不应该站到最高处吗？
右侧呢有浦东美术馆，还有一个会展中心，最早在上海开 G20的时候的一个会址。这边呢应该是观望啊，东方电视塔最佳的位置。大家可以看看啊，这就是陆家嘴滨江绿道边上的一些建筑物。左侧呢是邮轮码头，就是那些浦江观光船呢停靠点。看到很多的这些花农啊，在那边装点这些绿化带啊。现在我眼前的呢，就是北外滩那边呢有邮轮的母港，那更多的呢是一些新式的建筑啊。就这片地方呢，应该是上海的将来的精华地带。这样，一关注。
这里的绿化哈还是挺漂亮的。
发生特定的停机厅的减速慢行。游客你好，行人请走，侧通道3人1组。这片滨江道也很美啊，底下你看啊，拖了这些人工的草地，弄了很多的鲜花，也可能是假的花，应该是一个拍摄结婚或者是新人在这边举行结婚典礼的地方吧。就在这样的江边，说不定可以包一个游船。前方那个桥呢，就是杨浦大桥了。在那边呢，应该有一个摆渡的码头，希望在那边呢摆渡到对岸去。类似于干嘛的？我也这个。右侧那条大马路呢，是滨江大道啊。
前方的大桥呢，就是杨浦大桥了啊。看看这边有没有一个摆渡的码头。这个江边呢有望江驿 Service Center， 就是你看，就在杨浦大桥附近的一个江边地方。我的车呢就放这边了，我进到这里面来看看，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到这里面来。这里呢有休息室，有无线 WiFi、直饮水、自动售货机啊、充电等等，居然还有心脏除颤器、急救箱，还有一些自动贩卖机。租这些充电宝，然后呢，你也可以接一些饮水了。这些措施都还相当不错。边上呢就大马路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进到里面去看看。宣传资料。你们这个就是给人家在这边稍微坐坐休息小地方是吧？没有提供那些茶水啊、咖啡啊什么之类的。哦，就是免费的是吗？哦，谢谢你。大致了解一下情况啊，提供免费的水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一种设施吧。而且门前有非常开阔的广场啊，你看这里很开阔，有很多的凳子，也可以遮阴，也可以避雨。我在这边稍稍的看一看吧。我去前面丢那个地方有垃圾。想必下面就是轮渡码头了，我等一会就到下面去坐这个轮渡。哦，一个船刚好过来，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啊？好吧，那我就赶紧出发。刚刚在一个叫望江驿站的地方啊，上了一个洗手间，到里面也去看了看，一些设施还是不错的啊，有茶水供应，还有一些急救的设施。现在呢，我就准备从这个电梯下去。那些，这是用不了的吗？看来这个电梯并没有在那边工作，所以我只能继续骑行了。骑行途中呢，还是有很多新鲜的事会被你遇到。有时候你就是去稍稍的探访一下，就会有新的收获。像刚才这样的望江驿，其实我骑行的路上到处都是。看来这是国家建的，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设施，而且它没有商业的功能啊，它不是在那边售卖咖啡啊什么。是让大家这边呢随意的
休息一下，看看书，喝口水，上个洗手间什么的，包括那些充电设施啊等等啊都有。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当然，我想到以前有一位荷兰的骑士，他们呢就在欧洲骑行，专门有骑行的绿道，也是到了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驿站。最重要的，可以免费的充气，提供修单车的工具，比方说更换这些轮胎啊、补胎啊什么设施。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我倒是少问了一句啊，就这个里面它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更细微的、更精准的服务设施啊等等。比方说最起码提供打气筒、补胎的东西等等啊。相信这条道上骑行的人很多，就总是会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走。这回呢是真的来到了杨浦大桥的门前了。杨浦大桥已经在我的头顶上了，前面呢是谢浦路渡口，也不知道对面是哪里了，看看能不能搭一趟摆渡船，先到黄浦江的对岸再说。这个自行车和摩托车还不一样的收费。扫了码呢，就进到了码头里面了。现在呢，我们到这边去等候渡轮的到来。看来运气还是不佳哦，就刚刚一样啊，就是刚跑了一趟船，现在我准备要等待一会儿。摆渡船正在缓缓地靠岸啊。我还是到2楼来看看。现在没人，你站着。这边呢是谢浦路轮渡啊，正对着的就是杨浦大桥。因为动画名就在那个方向，往后放。
现在下船了，从这边呢到外面的马路上再去骑行。我的右侧呢就是杨浦大桥，我的身后呢就是渡轮。好，现在呢我要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垫点肚子再说。过了杨浦大桥，这边应该就是杨浦区了吧，也在大兴土木。这边呢还真是从来没有来骑行过，今天可能是我骑行的最远的一次了吧。前方呢有一条叫杨树浦路，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条马路，就这个名字非常熟，但我今天是第一次到这条马路上来骑行。这边呢看得出来啊，都在进行大量的拆迁，重建整个的城区。好，现在呢我就在杨树浦路这条马路上骑行。刚刚我看一下手机，我还是导航到最近的一个麦当劳，准备到那边去吃个午餐，然后呢骑回家。在这些不熟悉的地方呢，我觉得找一个合适的餐馆，还不如不要动脑筋，直接导航到附近最近的一个麦当劳就好。可以依稀看到啊，这些地方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老房子，都是比较陈旧的建筑物了。稍稍呢也保留了几栋值得保留的老房子以外，其他的基本上大概都要拆得一干二净才行。骑过兰州路，现在骑过齐齐哈尔路啊，就这些名字都不太熟悉。就上海的黄浦江畔呢，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外滩了。但现在的话呢，分为黄浦滨江，向南呢徐汇滨江，往北呢有虹口的滨江啊，北外滩。这里一直连过来就是杨浦滨江，但是杨浦区呢以前都是一些老工业的地段啊，就以后肯定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但现在呢肯定还是处于一个城市更新的周期。
所以江岸那边呢应该还没来得及进行修整。这边好像也搞了一些叫什么东方渔人码头之类的地方。现在呢，骑过江浦路啊，边上有一个18号线的车站。看到右侧很多的低矮的房子都在拆迁之中。说实话，这些房子真的不值得保留啊。左侧对面叫上海自来水科技馆，这房子不知道是以前就这样的呢，还是后来把它修复成这样的，还蛮古色古香的一些建筑。换上了最后一块电池。现在骑过许昌路，马路两边呢还稍稍留了一些老建筑，我看经过了一些重新的修复。相信这里呢以前是自来水厂的一片区域啊。这边呢是通北路。前方经过大连路啊，麦当劳就在我的左侧了。我先去吃个午饭再说。
好了，这一段骑行呢就到这边结束啊。吃完饭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再见，拜拜。